金鸡奖即将揭晓，最新公布的入围名单引起了热议。尤其令人惊讶的是，无名中的叶先生一角是王一博跻身最佳男配角候选人之列，他将与李雪健、胡军等人竞争该奖项，粉丝纷纷称赞他值得荣耀。然而，几乎所有网民都在诟病，指责金鸡奖沦为了资本的游戏。金鸡奖表面上宣称只看作品，不看人脉关系。王一博的粉丝们认为他的入围是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，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王一博能在电影圈取得成功，并陆续参演多部大制作影片，必然离不开背后的资本支持。因此，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感到震惊。然而，现今许多奖项的声誉早已不及从前。记得当初李孝草和 Angelababy 杨颖就曾获得最佳女配和最佳男配的头衔，但大家都清楚他们的实际水平。因此可以说，电影圈内存在着许多虚有其表的奖项，他们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娱乐节目。除了迷惑粉丝、给粉丝炫耀之外，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任何实质价值。王一博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，是因为与李雪健等实力派演员相比，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他参演了数十部电影，声称自己优秀到可以击败所有候选人入围。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牵强，因此他受到了批评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资本的自负程度令人难以想象，就像他们曾让李孝草和 Angelababy 杨颖获奖一样，这次他们试图利用金鸡奖的名声来给王一博加分，希望他以后在商业片中能吸引更多观众，同时也借助王一博的知名度来吸引眼球。大家可以详细研究一下入围名单，会发现大多数入围影片都与同一资本阵营有关。例如《流浪地球2》在口碑和票房方面都取得了成功，但只获得了最佳故事提名。这次评奖可想而知有多少水分。尽管他们还要装出公平公正的姿态，但效果如何仍然未知。毕竟资本并非每一步都能走得毫无差错。其实不仅仅是国内娱乐圈，就整个全球而言，奥斯卡被公认为绝对的权威，它能让杨紫琼获得最佳女主角奖，这似乎也离不开光明会的支持，而并非完全取决于杨紫琼本人的卓越才华和无与伦比的表演。所谓的颁奖典礼早已变成了资本游戏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只需要看热闹就好。当然，资本方非常聪明，他们知道如果直接在内部年会中夹带私货，会显得太明显，肯定会受到批评。因此，他们选择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顶级人物提名。无论是否最终获奖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被提名，就能吸引一大批粉丝成为洗地水军，自然而然地为他们辩驳。这样一来，资本方既省下了公关费用，也达到了完美的效果。金鸡奖的设立曾经是为了促进国产电影的专业发展，作为国内3大奖项之一，其评选标准仅限于作品本身。然而，现在的情况让人不禁感到叹息，似乎初衷已被金钱所淹没。有时候，我们质疑这些所谓的专家也是情有可原。电影作为一门受众广泛欣赏的艺术形式，其好坏与否大家都能够明辨。曾经有人感慨，有些电影会让观众对这门艺术感到遗憾。然而，当我们看到现在某些电影中的演员时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让观众深感惋惜。奖项与获奖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，只有当奖项主办方能抑制私心和私欲时，奖项的价值才能提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偶尔带有个人利益并不容易被察觉。常言道，前辈栽树，后人乘凉。然而，如果桃子被摘得秃了，只剩下一片狗尾巴草，很少有人会接受。如果金鸡奖继续沿着这样的发展方向走下去，那么它自取灭亡的日子可能就不远啦。